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我的主页上面的头像呢是一幅拼布的作品，有朋友给我留言问我，这个拼布作品是你自己做的吗？这幅呢不是我自己做的，我是在浏览网页当中呢看到的。这位老师呢，从拼色到工艺呢，我都非常的喜欢。在我心目当中啊，他像大神一样的存在。看到这幅作品我很喜欢，我就把这个图像呢给存了下来，作为自己的头像。今天不是有时间嘛，我想啊把它给做出来。首先呢，我把这个拼布图案给描下来哈。手机的屏幕啊太小了，所以我把它放在平板上了，那大呢也好做一点。做好以后，这个拼布呢高度应该是15厘米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纸的透光性非常好哈？我在手工当中呢经常用到这样的纸。这个纸呢叫雪梨纸，我们经常会看到用它来包水果啊，还有服装外边的那层薄薄的纸哈，就是这种。这儿呢也是雪梨这两个字儿，我呢买了那么大一沓哈，挺实用的。除了手工当中描图纸以外，还可以拿它来包食物。过一段时间不是要晒咸肉了吗？咸肉晒好以后呢，我会拿它包好，搁进冰箱里冷冻。它比我自己觉得它比保鲜膜管事儿，那保鲜膜闷着，这个呢透气。现在出描呢就描好了，我呢又放了一张雪梨纸，用水笔给它精描了一遍哈。这个图纸呢，就是我们做拼布时候需要了。如果一会儿这个拼布图案做好以后是挺成功的哈，我会把这个图纸呢给保存下来。之前呢也有很多保存哈，这也是拼布的，我就把它放在了 A4 纸上，还有很多刺绣的图纸。像这种图案平时你真的要用起来，找起来可不好找。有时候大小不合适，有时候又不知道做好以后的效果是怎么样的。那做的成功的呢，我都会这样子把它夹在文件夹里边，下次用起来呢也不用描，特别省事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根据精描的这个图纸，用无纺秤把每个部件呢都给描下来。描的时候呢，咱们需要把这个图纸翻个面。那和大家说一下这个拼布的次序哈，这个拼布上面的小花啊、辫子，还有这个篮子呢是最后做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呢是帽子、上身和裙子、鞋子。那这些呢就是我拼布剪好的部件了哈。我打算裙子和帽子用这块面料，然后这是上身。鞋子，这是皮肤布，用来做手和脸部。我觉得呢，用无纺秤的方法挺好的，我们只要按照无纺秤的轮廓，然后放0.5的缝，把它剪下来就可以了。部件准备好以后呢，我们需要准备一块底部。我在底部上描了一个轮廓，完一会儿缝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个定位的作用。如果大家做拼布很熟练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轮廓呢就不需要画了。我呢第一步先缝鞋子，我是从下往上做的，我把这缝拨进去，然后沿着这个边儿用长针法把它给固定上。现在第一层拼布呢就做好了，我来比较一下哈，还行哈。我觉得我今天的拼布呢应该能做成功的。我呢非常喜欢做这样的小手工，听着音乐手上干点这样的活，整个过程呢就非常的享受。这个视频的前面一段呢，我是昨天白天录的，那晚上呢我就把它给缝上了哈。我老公呢在辅导孩子做功课，我你别看我手工活还行哈，辅导孩子做功课这真不行，我这脾气着急，容易上火，着急跟孩子。然后我听过，我感觉我活好像没干多一会儿，好像我就听见我老公在跟孩子说，10点半了，你该睡觉了。我想怎么那么快就该睡觉了呀？别人刷手机刷的舍不得睡，好嘛，我玩布头玩的舍不得睡觉没玩多一会儿怎么就要睡觉了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开始做第二层哈。我呢找了点小花边哈，上边的碎的花边。我这种手工材料特别多，收集手工材料呢也是我的一个爱好之一。我乱七八糟收集了很多漂亮的花边，有时候收集好了我特别喜欢哈，我都舍不得用，然后给它做了一根小辫。这个辫子的材料呢是用72号的玉线做的，就是穿珠子的、穿玉石的哈。然后还有一些小的布片。这个深色的呢，我打算做篮子用。现在拼布头像呢就制作完成了，我把它放进了画框里边，自己觉得和原版的还是有差距的哈。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，记得要帮我点赞哦。咱们下期再见。